看着一脸认真嘱咐自己的姨母。楚风咧嘴一笑：“姨母放心好了，我可不是心慈手软之人，我能够照顾好自己。”谢天念也笑了笑，楚风的传闻他听过，楚风的手段也见过，他知道自己的外甥厉害，可他依旧担心，因为他也清楚他父亲的厉害。楚风与谢天念告别，因做出了暂时放弃寻找钥匙碎片的决定，楚风便打算先去找摘星道长。至于紫菱，楚风虽然答应带他同行，可楚风也有私心，他确实面对的处境比较危险，因此只能选择违背承诺，继续独自上路。根据占卜竹简指引，摘星道场现在是在神体天河，而在楚风离开后，谢天念则是回到了祖武界综艺季所在的世界。谢天等人还在这个世界，封锁大阵被破，但支持大阵宝物还有残留。谢天是在这里进行修炼。当谢天念找到谢天的时候，谢天已是修炼完成，正在修炼之地等着其母亲。母亲，您总算回来了。见到其母亲归来，谢天念也是十分高兴。这样纯粹的笑容，他只在面对谢天染的时候才有过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在这两位面前，谢天才真的有一个后辈的姿态。天儿，突破了吗？谢天念问。突破了，这里的宝物早与我的血脉之力融合。若是早知母亲能及时赶到，就干脆不耗费封锁大阵的力量去抓楚风，而是应该直接将这里的宝物供我修炼，那样我绝对可以突破到真龙境，成为一名真龙界灵师。不过无碍，母亲大人，那秘境仙竹应该全部被采集到了吧？凭借那些秘境仙竹，我也定能一举突破到真龙境。谢天自信满满。天儿，母亲太过着急，虽找到了秘境仙竹，但采集的过程出现了问题，所以采集失败。谢天念道。听闻此话，谢天不仅脸上的笑容瞬息消散，人也沉默了。天儿，母亲还会为你寻找其他修炼资源，你只要安心修炼即可。谢天念察觉到自己儿子情绪变化，不由上前安抚，可谢天不仅冷笑一声，更是顺势推开了自己母亲的手。这样的举动让谢天念也是为之一愣。天儿，你怎么了？谢天念问。母亲，你杀了我吧。谢天道。天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谢天念不解，可谢天却取出一把匕首递给其母亲。杀了我，就现在，不然你会后悔。谢天道。天儿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谢天念更加不解，可此时的谢天却满眼的冷漠与愤怒。仙竹的确很难采集，可我与外公皆相信母亲你的能力，换做其他人的确很大几率失败，但母亲你是不可能失败的。既然没有失败，为何不将仙竹给我？那便只有一种可能，你将仙竹给了他人，我若没有猜错，是给了楚风了吧？谢天怒声道。放肆！疑心重本就不是好习惯，若将疑心放在自己母亲身上，便更是不该。谢天念也一改温柔面容，面露严厉，可谢天却丝毫不慌，反而冷笑更甚。我疑心重，楚风手段诡异，你说他能在你手中逃脱，我是信的。可是母亲，你未免太低估了我，低估了我对这座封锁大阵的掌控力。就算楚风逃脱，可凭借封锁大阵剩余的力量，我也能够大概锁定他所在的方位，至少可以判断他逃往了哪个方向。这也是我运用血脉之力彻底掌控了封锁大阵力量后才意识到的力量。只是有人将楚风的印记抹除了，我不相信这是楚风做的，因为彻底抹除这印记，必须接触到封锁大阵的阵眼。至于能够接触到阵眼的人，林某子倒是有这个能力，但问题在于他虽有掌大阵控权，但对这阵法并不足够了解。他应该不知道楚风的印记依旧被封锁在大阵之中。但是母亲，我知道你曾跟随外公一同加强过这座封锁大阵，你对这座封锁大阵更加了解。如果非要说有一个人想帮助楚风抹除印记，我能够想到的只有你。所以当我发觉楚风印记被认为抹除后，我就知道楚风的逃脱可能没有那么简单，甚至我们的昏迷都未必是楚风的手段，而很可能是母亲你的手段。当然本来我也无法确定，可你将我们救下后说有急事处理，处理回来后又说仙竹没有采集到，那我便不得不怀疑楚风是你故意放走的。就连原本为我采集的仙竹你也给了楚风。谢天满眼愤怒地看着自己的母亲，可谢天念却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天儿，你真是想多了。母亲，你可以不承认，但这件事我会如实告诉外公，外公如何定夺是他的事情。母亲，你若想阻止我的话，就是现在杀了我，不然我一定会如实禀告给外公。谢天道。你可以去说。谢天念道。母亲，你不配为7界圣府之人。谢天冷哼一声，便径直离开了此地。而谢天念的目光虽说复杂，但却难免神伤。经过一段赶路，楚风抵达到了神体天河的一座上界之中。来到这方上界，楚风手中的占卜竹简依旧具有指引。最终楚风来到了一片荒凉的山脉中。大山乍一看没什么，但楚风知道这里隐藏着阵法空间。经过一番观察，很快楚风便寻得了破绽，并且凭借出街秘典，很是轻松的便将在一座山脚下开出一道结界门。穿过结界门，乃是一片古老的丛林。可楚风还来不及观察，便眉头紧皱。他感觉到自己双脚陷入大地之中，同时一股强大的束缚之力也是自大地散发而出，涌遍全身。楚风此刻动弹不得，他被困住了。这阵法不弱，但楚风可以凭借武者商会会长给他的传送符逃脱。若是给予足够时间，楚风凭借出阶秘典也有机会破，但楚风并未有直接破开的打算。
反而抬头望向丛林深处。前辈，晚辈并无恶意，乃是凭借占卜竹简寻来至此。占卜竹简乃将进与前辈赠予，至于我寻前辈，是想了解一些事情。楚风语气谦卑且客气，只是奈何没有得到任何答复，无奈楚风也只能自己破阵。楚风不想浪费符纸，所以便利用出街秘点破阵，但现在是被困状态，要在体内布阵，这大大增加了难度。最主要的是，这阵法很强，多半是摘星道长亲自布下。因为楚风观察，这是真龙巅峰的界灵师的手段，楚风本身就发挥有限，再加上要破真龙巅峰的结界之术，这个难度堪称不可能。不过楚风不仅不慌，反而有些激动，这不是刚好测试一下出揭秘点能够发挥的能力吗？就算这不是战力，只是破阵，但神袍巅峰破真龙巅峰的阵法，倘若真能做到，那也绝对是打破认知之事。但不断逝去的时间，也确实在证明一件事：真龙巅峰的阵法想破真不容易。不过伴随耀眼的光芒，宛如利剑一般，自楚风身体之中射出，旋转，那束缚楚风的阵法也是随之瓦解。此刻，楚风也不由露出兴奋的笑容。尽管确实耗费数日时间才做到，但他还是成功了，以神袍巅峰的境界破开了真龙巅峰的阵法。初阶秘典已是如此，若真有中阶秘典，甚至更高级别的秘典，又会怎样？修炼意图的终点似乎仍极其遥远啊！楚风感叹一声，便向丛林深处航去。只是很快他便发现，这里不仅无法御空飞行，这片丛林还是一座迷宫。这种迷宫自然难不住楚风。楚风很快便寻到了正确的道路，最终在丛林深处寻到了一座木质的宫殿。宫殿大门敞开，但楚风并未进去，而是来到门前，施以一礼：“前辈，晚辈楚风，乃界染青之子，不知前辈能否见面一叙？”只是抬出了自己的母亲，但却依旧没有任何回应。于是楚风便走了进去。踏入之后，发现这座宫殿也是另有乾坤，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。再加上这里面虽没有明确的阵法，但却似乎是由特殊宝物搭建，具有隔绝精神力的效果。楚风没办法动用自己的感应力，只能一边呼唤一边寻找。而走着走着，便闻到了一股说不出的气息，那似是修炼资源。楚风顺着寻去，穿过一道门，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后花园。花园大地被花海覆盖，而正中间有着一座湖泊，湖泊上面雾气浓厚，再配上那花海，将此地彰显得宛如画卷一般。而那股气息正是水池散发而出，只是此地美轮美奂，可不像是一个老人家会带着的地方。尤其是楚风发现湖边摆放着一个竹架，那上面居然摆放着几条裙子后，更是内心一颤。这地方怎么感觉不对呢？楚风眉头皱起，因为无论怎么看，这个地方都像是小姑娘家泡澡的地方。这种亏楚风可吃过，万一这里面真的有个姑娘，那自己不是又要被误会了？关键楚风长大了，那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思想虽然还在，但也不是什么便宜都占了。想到这里，楚风转身便走了出去。可刚刚走出，一股强大的结界之力便从天而降，直接将楚风束缚在了原地。住手，住手！可楚风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便响起了。顺声观望，有2名女子出现在了自己的视线之中，其中一名正指着楚风，那强大的结界之力正是这名女子释放而出。她的修为很强，乃是真龙界灵师。但是别说，她长得还行，一头柔顺的黑发，白皙细腻的皮肤，尤其身材非常有料，哪怕穿得很严实，却也挡不住。再加上那单看不是特别完美，但凑在一起却组成一张不错脸蛋的五官，让这女子看起来颇为顺眼。非要说的话，她的缺点就是很凶。她正很凶地看着楚风，那眼神甚至带着些许杀意。另外一个更是一位大美女，但这位楚风认得，已脱离苍穹仙宗的美女天才夏星辰。夏星辰可能心急，直接释放出武力，将那女子束缚楚风的结界之力给破了，且直接来到了楚风的面前。小鬼，你怎么来这了？怎么，你们认识啊？还不待楚风回话，那名释放结界之力的女子也是走上前来，诧异地盯着夏星辰。不是花花，你不认得她吗？夏星辰十分诧异地看着那名被称为花花的女子。我当然不认得她。花花道：她可是楚风啊，界染青的儿子啊。夏星辰道：哦，是那个楚风，我知道他，原来长这个样子。听到这里，那名为花花的女子才重新打量起楚风，但眼中的敌意却丝毫未减，说：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可还不待楚风回答，夏星辰却说道：我说花花，别这么凶，人家楚风还是小朋友呢，是咱们的后辈，你吓到人家怎么办？旋即夏星辰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：我说小鬼，你是怎么跑到这来的？夏前辈，我是想找摘星道长。楚风说道。可楚风此话一出，那花花更是面露怒色。谁告诉你摘星道长在这的？楚风直接掌心摊开，将那占卜竹简亮了出来。我是凭借此物寻来的。楚风说道。见状，花花一把将那占卜竹简抓了过去，仔细打量一番后问道：从何所得？将进宇赠予给我的，说他与摘星道长有些交情，凭借此物能够找到摘星道长，并且摘星道长给他此物的时候也明确说过，他可以将此物转赠他人，所以他便送给我了。进入此处，我说话没有回应，便只能深入，才来到了这里。我回答得够清楚了吗？楚风问道。楚风这一番话使得那花花一时间竟有些无言，不知该怎么质问了。
因为楚风有理有据。可忽然他看向了楚风刚刚走出的方位，于是再度面露怒容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想做什么？你是不是想偷看我洗澡？好你个小色魔，还好我没在洗澡，不然岂不是被你看光了？听闻此话，楚风倍感无言。首先我说了，我在找摘星道长，我不进去怎么知道这里面是洗澡的？我发现不对，不是立刻出来了吗？况且话说回来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你年纪不小了吧？别说我没看到，就算看到了，吃亏的也是我，而不是你吧？你！花花指着楚风，说话变得不利索了。但楚风却注意到，不过一瞬间，他脸上血色全无，变得惨白，应该是被气的。